突然有一天，全世界99.99%的人都瞬间消失，剩下的0.01%要不断参加这名游戏，才能在这个世界存活。为了让好友小白继续通关，回到原本的世界，黄毛和李华主动让出了生的机会。然而，好友的死让小白备受打击。孤身一人的小白万念俱灰，他无法接受自己独活的现实，因此自暴自弃，躺在了大马路上。在鬼捉人游戏中，和小白打过配合的小美则跟小白截然相反，她利用有限的资源，每天做饭、锻炼、阅读，小日子过得井井有条。路人消失之前，小美一直跟着征服大小山峰无数的父亲学习登山技巧。后来父亲被怀疑单独无氧攀登珠峰的壮举是假的，父亲没有在意流言，只是背着登山装备再次出发了。然而这一走就没了音信，救援队出动大量人员搜救无果，小美也因此十分消沉。但当他被卷入这个局之后，小美意识到，反正总有一天会死，那就要过好死前的每一天。见小白一连数日躺在马路上，小美动了恻隐之心，她把小白捡回了自己的根据地，给他做了顿饭，还跟他分享了自己万念俱灰时的心路历程。经过小美的开导，小白终于打消了饿死自己的念头。小美打算参加今晚的游戏，因为在鬼捉人的游戏中，小白帮了小美一把，这一次她要带小白通关。入夜，两人来到了一处会场，起点在一辆破旧的公交车上。玩家除了他俩，还有3个大哥，他们是在第一场游戏中结识的，后来一起闯了4关，结成了深厚的友谊。不过其中一位大哥腿受伤了，看着眼熟不？又是咱们轮到你了的老朋友猥琐男内山达生，以下咱们也简称内山好了。这次的游戏级别是梅花4，也就是需要团队合作的游戏。但奇怪的是，游戏并没有体现出需要团队合作的迹象。游戏规则是在规定时间内抵达终点，活着到终点就算通关。游戏开始后，好记星倒计时2小时，同时显示他们的距离为0。看起来他们需要跑步前往终点，但由于内伤的腿受了伤，另一个大哥尝试直接开这辆公交车去终点。他推测这辆车是烧柴油的，不过车子虽然可以发动，但是没有燃料了。这时内山发话了，他不想拖累同伴，让其他人先走，他自己另谋生路。同伴们真情实感，不愿意放弃他。内山也是真情实感，想让伙伴们活命。一番纠结之后，4个人最终还是踏上了起点。小白想起了希望他活下去的黄毛和李华，也随着其他人奔跑起来。几个人就这样跑起了马拉松。好记星显示他们跑过的距离越来越远，但他们不知道终点在何方，也不知道还要跑多久。怎么看都不像是考验合作的梅花游戏，更像是考验体力的黑桃游戏。终于到达一个补给站，4人口渴难耐，但谁都不敢喝这里提供的水。小美掏出了随身携带的保温杯，把水分给了小白。小白心软，喝完以后又把水分给了另外2个大哥。几人解渴后重新上路，进入了一段漆黑被停满了汽车的路段。小美觉得前面有东西在等着他们。几个人在密布的车辆间穿梭，躲避猛兽的追捕。一个队友不小心落单，被猛兽扑倒，生命垂危之际，他还不忘让其他人快跑。尽管于心不忍，但队友用生命换来了逃亡的机会。小白一行人再次出发了。途中，小白看到一辆烧柴油的摩托，联想起当初李华曾说过，在现在这个世界，不需要电子电路操纵的电器仍然能正常运转。小白猜测，柴油摩托或汽车说不定可以发动。这一查看发现，摩托里仍有一些柴油，但是没有电瓶，所以发动不了。此时小白想起起点处的公交车不是可以发动，单单只缺了燃料吗？已经经历过与朋友生离死别的小白，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队友。他让小花和剩下的队友先去终点，自己则想推着摩托回到起点，然后用摩托里的柴油发动公交车，这样就可以带着受伤的内山一起通关。小白哼哧哼哧推了半天，终于回到了起点。在这里躺平等死的内山看到小白回来找他那一刻，感动的都哭了。与此同时，小美和另一位队友也抵达了路的尽头，终点可能就在此处。然而，就在倒数5分钟的时候，终点线上出现了异动。滔滔洪水冲破了终点处的铁门，小美和大哥扭头就跑。为躲避洪水，他们也离终点越来越远。小美毕竟是练家子，还能勉强招架，大哥却在惊慌中摔倒在地，最终被卷进了洪水。小美继续跑着，此时小白和内山也开车跟小美相遇了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小白终于拉住了小美的手，然而整辆车也被卷进了滔天洪水。洪水退去后，小白、小美等人相继醒来，发现自己仍在青岛的公交车里。他们爬出车厢，这才发现车厢侧面赫然写了一个单词：终点。原来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身处终点，而好记星显示的则是他们距离终点的距离。合着这帮人白跑一趟，白死2人，这其实就是个脑筋急转弯。小白、小美和3人组为幸存的内山互道珍重后就分道扬镳了。小白则向小美吐露了海滨的事，他想继承黄毛和李华的意志，好好活下去，去海滨找到这个游戏的答案，揪出幕后主使，为2个好兄弟报仇，也让世界恢复原状。几经打探，小白和小美没得到关于海边的半点消息，于是他们改变策略，开始暗中观察。通过观察，其他玩家发现不少人是组队前来，这些玩家手上都带着彪哥通关手环。游戏结束以后，通关的也大多是带着手环的玩家，对于他们来说，攻略游戏似乎并不困难。小白、小美一路尾随，发现这些人还是开车来的。为锁定这伙人的目的地，俩人一路狂奔开始追，这就有点离谱了。你俩是上个游戏跑上瘾了吗？就这么跑，怎么可能追得上呢？あれなの？あれだ。
万万没想到，两人还真一路追踪，找到了海滨的位置。东京就变得一片死寂，然而海滨却始终一片灯火辉煌，歌舞升平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然而，小白和小美的暗访并不像他们自己想象中那么隐蔽，海滨的人也早就察觉到了他们的存在。当他们再次重见天日，已是第二天清晨。眼前的人有组织有纪律，俨然是一个帮派，但一个个衣着暴露，又不像啥正经帮派。大 boss 终于出场，来人是一个名叫帽匠的长发墨镜男。爱丽丝是拍游戏，还有蓄着长发的帽匠，妥妥对应了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里的疯帽子，所以咱们就直接叫他疯帽子好了。疯帽子告诉二人，想要摆脱这个疯狂的世界，方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集齐全部的扑克牌。天真的小美以为集齐扑克牌就能让世界恢复原样，疯帽子纠正她，出问题的不是原本的世界，而是他们这些玩家。他们被选中来到这个跟现实一模一样的地方，不停的通过玩游戏苟活，只有凑齐一副扑克，才能回到原来的真实世界。根据前几个游戏不难看出，一个人想集齐一副牌几乎是天方夜谭。也正是因为难度巨大，因此疯帽子在海滨这个地方成立了一个乌托邦组织。BOSS 各不相信眼泪，海滨也没有秘密，成员们不分彼此，齐心协力一起集牌。每集齐一副牌，就送一个人回到原来的世界，而被选送的顺序则根据这些玩家在帮派里的排名。目前排名第一的自然就是疯帽子。排名会根据大家收集扑克时的贡献程度浮动，而在海滨一共就仨要求：第一，必须穿泳装，这样就无法藏匿武器伤害他人；第二，所有扑克牌都是海滨的共有财产；第三，背叛者只有死路一条。只要遵守以上3条，在海滨你可以吃喝嫖赌尽情享乐。海滨有柴油燃料驱动发动机发电，用水来源则是雨水，还会收集军火，因此不管是物质条件还是武力值，都要比弥勒之国里的其他显草玩家强得多。小白和小美竟然不请自来，疯帽子要求他们留下来为组织打工，还威胁二人拒绝配合就把他们关到青龙到期，到时候二人同样难逃一死。而小白得到的红桃七，也就是玩狼中央游戏获得的牌，碰巧是海滨不能收集到的一张牌。疯帽子非常高兴，没有太为难二人。在海滨，大家白天泳池趴，晚上喝酒蹦迪。游戏时间一到，就分组去攻略游戏。小白在鬼捉人游戏中遇到的阿银，也是海滨的一员。阿银仍是一副精于散尽的样子，不知道在打什么鬼主意。他跟同伴透露，小白和小美或许对他有用。要是游戏之夜，海滨玩家凭借着人多力量大，还有武力优势，基本都能轻松过关。其中表现最亮眼的还属彪哥，战斗力堪比武二郎。曾经帮周董卖奶茶的3级采花，在海滨也当上了干部。花姐带着小白来到游戏会场，说是要考验小白，看他是否有资格在海滨当个小干部啥的。而小美被分去了另外一组参加游戏。花姐和小白抽到了海滨缺的最后一张方块牌，方块4。方块牌代表着这一关需要智取。题目一出我就乐了，跟我曾经解说过的极限空间里的灯泡题一模一样。ABC 3个开关，只有一个能打开礼物的灯，是哪个不告诉你。门关上时可以无限次数打开开关，但是因为门是关上的，所以你还是不知道是哪个开关控制灯。如果留人在屋里观察灯泡明暗或开关呈打开状态，门就会被锁上，无法打开。而门开了的时候只能开一次开关，整组人只有一次答题机会。屋里还有源源不断流出来的水，头顶上就是漏电的电路，时间一到水淹电路，整组人一起见阎王。因为无法派人进小屋里直接查看灯泡明暗，众人提议先开着门尝试打开 A 开关，如果灯没有亮，说明正确选项就在 B、C 当中，那就从里面蒙一个呗，起码1半的概率。66%。あれ50%でしょ。花姐为啥说是66%呢？让我这个文科生斗胆来帮大家算一下，3个灯只有1个是正确的，有2次选择机会。第一次选择时，3个灯盲选1个，命中的概率是1/3，没有命中的概率是2/2。第二次选择时是在剩下的2个里选，命中的概率就是1/2，有可能第一次选择命中，也有可能第二次选择命中。那么命中的概率就需要2种命中选择相加，就是第一次选择命中了的1/3，加上第一次选择没有命中的2/3，乘以第二次选择的命中率1/2，得出了最终的命中概率，也就是2/3，约等于66%。看来花姐似乎心中有数，但她铁了心要测试小白的能力，没有出手解谜，只是不断反问小白是否要听大家的意见。其他玩家又在不停催促小白动手，重压之下，小白想到规则中提到门关上时可以无限次打开开关，由此他似乎想到了解法。他让其他玩家先关上门，率先打开了 A 开关，然后什么也没有操作，干等了一段时间后，他关上 A 开关，并叫队友把门打开。门开后，他又开启了 B 开关，但这灯泡并没有反应，说明 B 开关是错的。小白又叫队友去摸灯泡的温度，此时灯泡发热，小白和花姐同时喊出答案是 A。花姐早就知道解法，如果小白实在想不出，她应该也会出手，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，先关上门，打开 A 开关一段时间以后再关上，再打开门尝试 B 开关，发现 B 开关不是正解，此时触摸灯泡烫手则说明是 A 开关，不烫手则说明是 C 开关。顺利通关后，小白回到群魔乱舞的海滨，和同样平安归来的小美碰面了。
跟小白一起参加了游戏的水姬妹子见小白小美如此要好，提议俩人直接在一起得了。毕竟在这个疯狂的世界，没准第2天就嗝屁了，还是及时行乐比较好。正说着，彪哥带着一帮人出现了。彪哥带领的队伍被称为武斗派，全海滨只有他们有拿武器的权限。彪哥有2个手下，戏份比较多。这个话痨的，咱们叫他蛇精男；这个话少的，咱们叫他鬼脸男。唯一能与这帮武斗派抗衡的，则是疯帽子带领的理想派。2帮人互相制衡，海滨才得以存续。要想过得舒坦，最好不要招惹武斗派的人。然而，彪哥今天的目标正是小白，他对于黄毛的死感到非常遗憾，也很失望。活下来的竟然是小白这样的弱鸡。见小美也来到了海滨，彪哥就萌生了和小美一起上山下海的想法。水姬害怕对着彪哥，不敢出头，但小白肯定不能放弃队友，眼瞅着就要上升为暴力事件。好在疯帽子的出现替他们几人解了围。疯帽子让彪哥认清自己的位置，不要找新人的茬。解决了海滨的小纷争之后，疯帽子召集大小干部一起开会，在游戏中表现突出的小白被当作预备干部也叫去了会议。经过今晚的鏖战，海滨又收集到好几张此前不曾拥有的牌。迄今为止，游戏中尚未出现过任何一张人头牌，也就是勾圈凯。假设游戏中不存在人头牌，那么海滨只差红桃10没有集到。但问题是，红桃10从来没有出现过。花姐猜测，游戏可能有一定的触发条件。而疯帽子的签证也快到期了，他将参加下一场游戏。弹幕们七嘴八舌，提了一堆通关小技巧。不过疯帽子不屑于用这些花招。他自信保持全胜记录的自己一定能顺利通关。得到疯帽子青睐后，小白小美相约从海滨玩家口中打探更多关于这个游戏世界的底细。在打探过程中，小白偶然发现了一个气味难闻的巨大垃圾箱。原来这些都是背叛者的尸体，负责处刑的正是武斗派的人。见小白已经见识了海云的残酷，阿姨开门见山地问小白，下一步他要如何行动？小白说，他只是想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既然黄毛和李华都已经死了，他现在的目标就是保送小美回到正常世界。阿英和水姬认为小白的理想很美好，但以他们2人的能力，想等到他们回家的那一天，基本上就是痴人说梦。而且疯帽子的掌控力逐渐减弱，被彪哥带领的武斗派推翻是迟早的事，到时候整个海滨也会乱得一锅粥。阿英打算在东窗事发之前把所有扑克牌偷走，逃离海滨。他邀请小白和小美加入自己的计划，而本就不愿意为海滨卖命的2人很快就答应了阿银。第2天，所有干部被召集参加会议。因为疯帽子死了，疯帽子在游戏中死于枪击。其实镜头几乎已经给明示了。疯帽子进入游戏会场之后，我们可以发现有持枪的人尾随其后，明显就是武斗派的人。看来他们早就打算对疯帽子下手，然后让彪哥上位。为维持海滨的稳定，理想派成员提议暂时不公布疯帽子的死讯。按道理来讲，下一任领袖应该是排名第2的眼镜哥。但在武斗派、蛇精男和鬼脸男的威逼下，大家不情不愿地通过举手表决，让彪哥接替了疯帽子的位置。疯帽子把所有扑克牌放到了皇家套房的保险箱里。接任仪式上，新任领袖会拿到写着保险箱密码的信封，确认密码后再重新封印密码。紧接着，干部们向海滨群众公布了换届的消息。阿银安排小白趁此契机窃取扑克牌。小白侵入皇家套房，小美在外把风。小白在衣柜里找到保险箱后，阿银告诉他密码是8022。虽然阿银没有看过信封里的密码，但彪哥打开信封的那一瞬间，他从彪哥惊讶又困惑的表情看出，信封一定是空的，而密码其实就是 BOSS 这个单词的镜像。然而，当小白按下密码后，警报竟然响了。紧接着，彪哥和手下把小白逮来了正着，而跟在后面的正是计划的始作俑者阿银。彪哥竟然还对阿银表示了感谢，还说多亏了他的举报，才能逮住小白这个叛徒。小白被神灵男拖进了一间密室，被封住了眼睛和嘴巴。等第2天小白签证到期，他就会在无法感知时间流逝的情况下被激光射穿脑门。都说最大的恐惧来源于未知，能想出这种行为方式，可见神灵男有多变态。在处理完小白之后，武斗派再次打起了小美的主意。与此同时，前法医花姐动用她的职业技能，开始解剖疯帽子的尸体，取出了他体内的子弹。而阿银趁夜深人静，再次来到皇家套房。原来他是把小白当成了套狼的孩子。阿银早就知道保险箱不可能放在那么显眼的位置。小白被抓以后，阿银发现彪哥一直在看墙壁上的画，他推测交接日上的信封里既没写密码，也不是白纸，而是画了一张图，真正的保险箱应该就在画的后面。阿银许下那幅画，墙上果然嵌了一个保险箱。他按下8022，就此拿到了除红桃10以外的全部数字牌。就在此时，海边的电力居然出现故障，但很快又自行恢复了。偷到扑克牌的阿银和水姬在院内会合，2人为是否应该出卖小白争执起来。就在水姬准备回到酒店时，阿银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。整个海滨基地居然变成了游戏会场，酒店内的喇叭开始播报，为感谢这些房客的支持，酒店为他们准备了一场游戏，而游戏难度正是从未出现过的红桃10。所有玩家按照要求到酒店大堂集合，等待大堂的除了数不清的好记星，还有一具胸口上插着刀的女尸。游戏名为狩猎女巫，好记星提示凶手即女巫，此人就藏在海滨的玩家当中，把她找出来并扔进制裁之火焚烧，其余人就算通关，限时2个小时。此时的小白还被关在密室中，他何时才能重新上线参与游戏？
以上就是《弥留之国的爱丽丝》第4到第6集的全部剧情。其实刚开始看剧的时候，偏偏以为小白会逐渐适应这个靠闯关打怪生存的世界，最后靠着惊人的脑力 slay 全场攻略游戏。尤其是前3集，游戏的刺激感拉满，小白和黄毛李华的亲个大戏也非常打动人。结果还是想简单了，虽然也有观众说情节拉胯，第4集之后游戏不如前3集那么刺激，但在偏偏看来，游戏部分的削弱也是在为乌托邦设定的出血让路。这个设定非常容易让人联想到英国小说《鹰王》，故事讲的就是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下，一群孩子逐渐分化成了2派，理性派最终被邪恶派压倒。在这部剧中，这个乌托邦看似物质丰裕，大家都过着酒池肉林的生活，但实际上内部有着严明的等级，提倡文治的理想派，崇尚武治的武斗派。他们看似维持着这个小社会的平衡，实际上还是在奴役其他住户。海滨的所有玩家都是金字塔尖上少数几个干部的击败工具。如果是原来单打独斗是在为自己奋斗，那么现在就彻底成了给别人打工。理论上讲是按排名挨个往原来的世界送，但用角度的想也知道，这他妈纯属扯淡。先不说这样集齐了到底好不好使，就算不算人头牌，每送一个人回去都需要40张扑克牌，也就是至少要赢下40局游戏。而很多游戏都和红桃七一样，是必然会死人的。甘愿听信疯帽子的鬼话，并为这种想法奴役的玩家，无非就是在麻痹自己，借着海滨的物质和人力资源，在弥留之国苟活。而且到了后来，武斗派压倒理想派，几乎是再现了鹰王中辛辣的预言。回到这部剧本身，挖掘的疯帽子经尸检后，镜头故意切到了彪哥的手枪，再次暗示疯帽子是彪哥所杀。按照红桃游戏的尿性，玩家十有8九得玩到精神崩溃才能通关。在狼中阳游戏中，小白同时失去了2个挚友，而想要通过红桃石，付出的代价恐怕只多不少。一旦有玩家破解游戏，他们就集齐了所有数字牌，真的能把一个人送回原来的世界吗？弥留之国的操控者又是否会因此现身？操控者设计这个局的目的又是为何？他筛选玩家的标准又是怎样的？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！喜欢我的解说，请按一个喜欢，也要记得点击右上角订阅我的频道。那么我们下期再会，拜了个拜！